友早上、中午、晚上好，这里是伊利老大。现在时间是东巴时区7月8号中午。昨天晚上，川普公布数个国家的关税，引起了市场下跌。比特币昨晚也跟着美股下跌，还会涨吗？现在是散户在接盘吗？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去看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请随我看下去。我们现在先看到比特币的4小时时间级别，我们可以发现，昨天比特币在一波上涨，它依然没有涨超过这个 Replica 的牛期的上升趋势线，没有办法有效站上去，于是就开启了下跌。那现在已经跌破了这个10万，跌到在10万8千左右了。我们现在首先看这个4小时的量能柱，可以发现4小时量能柱的多头是这个量能是萎缩，那空头有渐渐起来的迹象，但是这个空头量能柱跟历史来比还是相当的小啦，所以目前只能说它是一个回调，还不能说是开启一段大空头。那目前我会怎么看现在的这个走势呢？如果现在在这个下午4点之前，它就涨超过这个10万8300的话，基本上如果是比较激进的朋友，可以采取逢高做空的方式，除非在这4小时内的量能柱已经远远超过这个上一个 K 棒的量能柱的一半，甚至是超过，这时候就可以排除诱空的可能。对，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它只要回到在这4小时内，它回到10万8300之上，你都可以逢高做空，是有比较高的胜率的。不过还要再注意一件事情，如果这4小时内东方时区4点之前，这个价格都一直维持在这10万8300美元以下，对多头反而是比较好的状况。那如果是4点之后再往上走的话，反而会比较有利。那最好啦，就是一直在这边盘整，直到美股开盘。如果是美股带上去的，那是最好的状况。那如果美股又开盘再下杀，它有可能会进而这个来猎取这个10万上次的低点107200的流动性。对，那如果状况很差的话，也有可能再继续往下猎杀这个106600这边。好，这是目前技术现行的状况。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我们自己团队这个开发量化指标叫做BTC 的 Emotional Trading Index。之前有讲过，这个 Emotional Trading Index 如果比较正的时候，就是代表说现在有一些非理性的多头资金在入场开多。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像状况哦，我们用30分钟线好了。30分钟线可以发现，现在其实是穿零轴往上的，对，它其实就是代表现在其实是在这个底部有一些非理性的资金在进场，非理性的多头资金在进场，所以这是一个偏空的状况。那如果未来要真正开启多头的话，最好是这个往下穿啊，这是比较好的方式。你如果是用这个阿尔法这个阿尔法来做操盘的话，很简单，阿尔法我们就是往下穿零轴就是买入做多，往上穿零轴就是卖出这个平常原本的多头。那如果用这个方式去做的话，就是大概是在7月8号2点附近的时候，它会买入嘛。那大家刚好是买到最低点10万7550左右，然后它往上穿的时候是在7月8号的8点，刚好是在最高点10万8400左右。这近期的这个单是它是赚钱。那不过在上一单的话，它是这个亏损的，它是在这边进场，然后在这边出场嘛，对不对？这边刚好就抵消了。那我们再看一下它更早之前的绩效是怎样，就是大概是在这附近10万7000的时候，107200附近，107200附近它进场，那一路爆到这个这边刚好也是最高点，大概109300到9500的时候它出场了，所以这单赚了大概2200块美金。所以这个 Emotional Trading Index 的这个参考价值还是蛮高的。那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使用它的方式嘛。那我个人对这种单一指标，我会更喜欢的是用这个来判断说我现在的资金仓位要多大多小。如果它的跟我们讲的方向是一致的话，那我会放大我的这个资金去做操作。
那如果是不同的话 ，maybe 我可以缩小我的资金部位去操作，或者是不操作。对，状况是这样。那可是如果你直接用这个 Alpha， 依然还是会有一些不错的获利。好，那这是一个量化指标。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数据的状况。我们可以发现，现在这个多空轮式持仓比它是持续的往上，目前已经走到了将近 0.7 了，已经蛮高的。对，这个是非常偏空的一个状况，这个是一个往上走的一个趋势。对，代表我们刚刚的指标和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它其实像是散户正在接多，所以不利新的一轮多头开启。对，那状况是这样。那资金费率的部分的话，是在 0.0056， 像是中性，这是中性状况。但是多空轮是持仓比是偏空的。我们希望这个多头要重新开启的话，那我们必须要看到2件嘛。一件事情是这个至少多空轮是持仓比要从上涨的趋势改成下降的趋势往下走，并且这个地方是它往下的话，这时候是对这个多头这个数据环境才会是对多头比较有利的。那不然现在是真的是有不少的非理性的这个资金或者散户，他逢低做多，一直在接盘，像是散户在接盘啊。你可以去想，如果是散户接盘，你是主力的话，你会拉盘吗？对，这拉盘的可能性就蛮低的，对吧？所以现在的上涨是很有可能只是一个诱多的状况。那市场还有川普的关税利空，那目前美国很有可能实际上实施关税的时间是在8月1号，现在只是寄出这个通知啊，就是各国通知，因为金融环境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有没有可能就这样子在这个寄完这些信，然后这个新闻出来之后，会不会就形成利空出尽呢？你们是怎么想的呢？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说说你的想法。那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为各位追踪市场的变化，一样数据会说话。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的影片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